Hello， 大家好。今天呢，第一节课就来给大家分享一个长发的一个造型加秀颜刘海的一个操作。那这个模特的这个发质，它是有点偏粗硬的发质。这一种在沙龙当中呢，做造型是比较好做的，做出来的造型它也是会更加蓬松一点。来，我们来看看模特的侧面啊。它的上庭呢是属于比较窄的，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在沙龙当中遇到这一类的客人，一定要适当性的把刘海给放长。模特平常扎头发是比较多的，所以说呢，我们围绕着他的这一个脸型来给他做一个比较修饰这一个五官的一个秀颜刘海。针对扎头发比较多的客人，我们要在他这一些鬓角处啊，给到他一些边缘的一些层次。让它看起来更加立体一点。今天这个模特的脸型呢，它有点属于方圆脸。那方圆脸我们在设计刘海的时候呢，这个时候不太建议把刘海剪得过于短，主要还是要去修饰它的这一个脸型的这一个长度跟宽度为主。我们今天这一个操作，我们选择在干发上去修剪。现在这一个状态呢，是我们自然吹干的一个效果。为什么要干剪呢？所有的长发在干剪的这一个操作，在沙龙中会更加的高效，因为女孩子在镜子面前，她看更多的是她的前面，所以说我们要在现场减少就是失误率的情况下，我还是建议大家长头发的这个环节一定要选择去干剪。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先来进行一个刘海的分区。其实在整个裁剪里面，分区占据的重要性还是挺强的。因为如果说你把这一个分区的高度分得过于高，出来刘海会太厚。这个时候呢，刘海剪厚了，很多发型师就会怎么操作？就会开始拿牙剪大量的去压这个头发。那这个头发呢，牙剪操作的过于多的情况下，它就会缺少一些质感。如果说今天这个头发要选择去烫发，那这个头发可能就会偏毛躁啊。然后呢，我们先把它的一个刘海的分区给它分出来啊。主刘海加副刘海的一个分区。修颜刘海呢，分区很重要，一定要先把它的区给分好。然后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细节啊，我们在分副刘海的时候，一定是要往上面来走一点点，因为副刘海的时候，我们要考虑到客人平常会有扎发的习惯，很多老师分副刘海直接从退化点开始分，那退化点其实很多女孩子退化点头发都是偏少。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一定要副刘海的分区一定从什么主刘海的设计点到退化点的1/2处开始滑到我们这个鬓角点，这个才是它副刘海的一个分区。再次强调，副刘海的分区在主刘海的设计点到退化点的1/2处啊，这个是我们副刘海的设计点。如果说今年我们从退化点开始去分出来的情况下，客人把头发扎起来，这里会稍微空掉。所以说一定要考虑好鬓角点这一些头发，只有把鬓角点这些头发加进来了，这一个刘海呢，客户在家扎起来的时候才不会说空掉啊。所以说这是一个剪修颜刘海很重要的一个点。我们先把整个分区给分好，我们再来进行裁剪啊。那我整个分区就分完了，我们这样可以看到，没剪之前我们这样扎起来，客人这一个鬓角点它不会空掉，所以说呢，剪刘海之前一定要有一个好的一个分区。好，这是另外一侧的分区啊，也是一样，我们分完区一定要把它先扎起来看一下这一个点有没有空掉啊。再次强调，副刘海的分区是主刘海的设计点到退化点的1/2处滑到我们的鬓角点，这个是属于它的副刘海的分区。好，那第一步先剪来我们的主刘海啊。今天这个头发是选择干剪，在沙龙当中为什么要干剪？快速、高效、商业，我们一定要用最快的时间给到客人一个最满意的一个结果。那如果这个头发是湿的剪呢，就有点浪费时间了。干剪有一个好处，就可以你很清晰的看到它头发的一个落差。OK， 好，那主刘海呢，直接一梳子给它梳出来，这个就是它的主刘海。好。方圆脸型的女孩，通常我会把她的主刘海定到她的嘴唇到下巴中间这一个位置。OK， 先来剪一刀，平剪，直接先定一步她的底线。
把长度给设定好。第二步，修剪我们的层次，一定要记住，修剪层次的时候，修圆刘海的层次千万不要过于高，梳子大概梳到45度的位置啊，跟随你的分分线，给它修剪掉1指的一个层次啊，它只需要1指的个层次，稍微的短推长就可以，不需要太高的层次。如果层次剪得太高，最后呢，它这个发尾会飘起来。OK， 继续往另一侧移拉，不需要看导线，只需要修剪掉1刀的一个层次，让它形成一些短推长。好，这个时候呢，我们把长度跟结构做出来。第3步是什么？去角。去角，直接把所有的刘海向上提拉，把这一个角点给它磨掉。另一侧啊，人的站位是在客人的前侧方，把这个角抹掉。好，这个时候呢，梳子梳一下来，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得到一个比较细腻的一个发尾。OK， 这个呢就是一个主刘海的一个裁剪方式。好，那接下来副刘海，副刘海给到大家一个最简单的沙龙最简单的一个方式，我们围部啊，这里有一个小圈圈，你的手指比上去，下颌缘下面4指，这个时候呢，我建议大家不用指位，直接顺着。剪刀把剪到这个长度啊，就剪到你围脖围客人这个长度，这一个比例是适用于所有在沙龙当中的客人啊，这个比例是一个万能的一个比例啊，也是鬓角的位置，鬓角不出错，有一个细节，手指比上去4指的位置，就是你副刘海的长度，不管什么脸型，副刘海一定要放长。另一侧操作方式同样，来。另一侧也不需要用到指位，把它头发轻轻梳理下来 ，OK， 到它这一个什么一个项圈这里 ，OK， 直接把长度给剪掉，好 ，OK， 这个时候呢，两边的长度它就确定出来了 ，OK， 差不多。来，接下来我们去把它副刘海稍微拿掉一些角，来，副刘海垂直头皮向上提拉啊。把这个角稍微划掉，抹掉一个小角。好，另一侧同样的方式，垂直头皮提拉，把这个角磨掉。OK， 然后呢，整个操作就很快啊。再次总结一下，刘海分区分完之后，我们先定一个长度，主刘海的长度在嘴唇到下巴中间的这一个位置，对。然后呢，副刘海下颚线下4指的一个位置啊，这一个比例在沙龙当中所有脸型都是通用的一个技巧啊。然后这个就是我干剪完之后的一个样子 ，OK。然后接下来我们来进行刘海的一个吹风。好，接下来就是刘海的一个吹风方式，这个环节千万不要去夹夹子，直接顺着它头发去吹。然后呢，这个刘海想要做出来有张力，一定是先把发根微微的吹一下。新手在吹头发的时候呢，千万不太建议用太快的一个风速，我们可以选择中档的风速去吹啊。我们先把刘海发片往另一侧去提拉，进梳子 ，OK。这个时候呢，客人的头尽量不要去移动。好，副刘海滚梳在头发的前侧方 ，OK， 走一个 C 型的抛物线啊。好，那是这一侧的刘海的吹风。好，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很修饰脸型的一个修圆刘海啊。来 ，OK， 这是我们吹风完的一个效果啊。大家可以看得到，副刘海呢直接很修饰它的这个下颚线。
所以说我刚刚给大家讲到的这一个刘海的比例，适用于沙龙当中所有的客人，所有客人的一个比例。这是一侧我们造型的效果啊，这是造型的一个效果。另外这一侧呢，是我们没有造型的一个效果。所以说在沙龙当中呢，我们快速的把刘海剪出来之后，你再给它造一个型，这个时候客人的一个视觉感是比较强烈的。OK， 好，另一侧。吹发根的时候不需要拿夹子，千万不要去拿夹子，移动。移动。吹副刘海的时候，我们的分数可以略微的调低啊，发尾往下面压。好，这个时候另一侧的刘海我们也操作完毕。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效果。吹风的时候一定不要把刘海吹得过于的卷，稍微吹出这样的一个柔和度就 OK。好，这个时候呢，我们吹风就完事了啊。我们来看一下吹完之后整体的一个效果。OK， 另一侧 OK， 吹完了一个整体的一个美感。来，大家可以看到刚刚的分区呢，我们在扎头发起来的时候呢，这里不会有空掉。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刚刚在分副刘海的时候呢，我们不是从退化点开始分，而是从主刘海的设计点到退化点的1/2度开始分。只有这样的分区呢，客户在家扎起来，这里才不会有空掉。OK， 好，吹分完毕之后呢，我们开始来对它的刘海进行一个打薄啊。OK， 提拉起来，先柔和发尾，先做平剪的部分。好，发尾柔和深度大概3厘米，给它做一个柔和。边柔和边去看这个头发的一个垂落。OK， 副刘海往下面提拉，抹掉后面的一个角，使它的这一个副刘海更加形成一个羽毛状啊，更加的去勾勒它这一个脸型。好 ，OK， 副刘海再取一个小三角，往另一侧去提拉，这里会有一个小角，把这一个小角剪掉。OK， 好，我们就会得到一个比较柔和的一个修颜刘海的一个效果。OK， 接下来我们用我们的这个去量10%到15%的牙剪去柔和它的整个发尾，再次把副刘海提拉起来，再次把副刘海提拉，柔和整个发尾，柔和发梢。OK， 发梢的部分柔和完之后，你看整体的柔度会更好。副刘海提拉起来，柔和，柔和到什么程度呢？柔和到它只有一点点羽毛状的效果出来就可以。好，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关注一点，就是主刘海跟副刘海的一个连接处，这个地方一定要去做柔和。客户在家扎起来的时候呢，这个刘海看起来就不会说不连接啊。那我把主刘海跟副刘海地方柔和完之后呢，客户在家随便扎起来，就随便这样拨动一下，你看，它就是会产生一个很连接的一个效果。这是另一侧打薄修饰完的一个效果啊。这个时候呢，这一个状态下是非常的能去修饰一个女孩子的一个脸型。另一侧我们采用同样的方式，先用剪刀去柔和我们的发尾，柔和发尾3厘米左右。OK， 好，再去把我们副刘海的后面这一个角给它用
剪刀抹掉。OK， 这是剪刀的环节。剪刀的环节只拿来柔和发尾。好，再次利用去量10%的压剪，提拉起来，对发梢1/3的地方进行柔和。第二个部分，主刘海跟副刘海的一个连接处柔和。第三个部分，鬓角处。好，那整体柔和完之后呢，整个刘海会更加的有动感。来 ，OK。那这个时候呢，打薄完的时候，我们可以再次的把头发扎起来。我们来看一下，整个刘海做完之后呢，是非常的去修饰这个女孩子的脸型的。那我的课程里面呢，给大家讲到氛围感，这个时候可以拿一缕头发来，这样子的一个氛围感的刘海就呈现了。OK。修剪之前呢，我们先把修颜刘海与上面的层次做一个衔接。这一个方法呢，我们在烫发的时候也是比较常用啊，把它整个外轮廓线稍微给它打开一点点。这一步划完之后呢，我们在镜头可以看到这一边的头发它会稍微松散一点啊。好，另一侧分到退化点，人的站位是不需要移动，直接梳子贴紧头皮提拉起来。OK， 来看到刘海与这个层次的这一个点，剪刀的内刃直接划到发尾，把这个外轮廓的这一个层次给它操作出来。划剪过完之后呢，这个头发的蓬松度会更加的好一点。OK， 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把我们今天想要的一个长度给它定出来。所有的头发向前去梳理，先修剪出我们一个目标想要的一个长度啊。这个时候模特的脸一定不要动 ，OK。头发轻轻的向前梳理，修剪掉我们不要的一个长度。好，另一侧。OK， 后面的长度啊，提拉起来，把后面这个角给抹掉。在沙龙当中呢，长发干剪是比较高效、快速，而且不容易把客人的长度给剪短啊。OK， 这个时候呢，我们后部修剪一个偏圆弧形的一个底线就 OK。好，下一步，在长度修剪出来的基础之上，我们来给它建立一些小小的边缘层次 OK。顶区我们分出一撮头发啊，先设定好我们这一个想要的一个长度，向上提拉，先修剪掉。来，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刚刚有划剪的部分，修剪掉一些，先修剪一个圆弧形的一个切口，然后往前面去放。好，这个时候呢，可以看到层次跟我们下面长度的一个比例啊，整体1/3的这一个位置。对，这一撮剪完之后向上，再往前侧方去提拉。这个时候我们要看我们的镜子，我们的这一个发片是否对准它的这一个鼻尖，一样修剪一个圆弧形的一个切口。好，那这个时候就得到了我们想要的一个层次。然后这一撮修剪出来之后，我们就把两侧的头发直接提拉起来进行一个连接。OK， 好，看到我们这边的一个比例直接连接。好，这样的一个修剪方式在沙龙一定是商业高效。好，再次提拉起来，不要移动。
好，来，接下来修剪出我们边缘的部分。好，前面给它做一些小小的边缘层次的动感。可以看到，这是我们刚刚修剪的一个层次，层次呢跟下面的长度给它来一个划剪，就会得到一个小小的边缘层次。OK， 前面呢就会产生一些层次，从上往下去做层次的一个延伸。干剪的时候采用划剪的方式啊，工具的选择一定是一把宽齿梳。OK。因为我今天这个模特我不希望设定太高的一个层次，所以呢我会跟它进行一个延伸，把所有的发片剪刀整片啊，全头，因为是长头发，所以呢我们在修剪的时候呢，把多余的环节全部拿走。今天在沙龙这个头发，这个客人他不选择烫发的情况下，一定要不需要修剪出这个太高的层次啊。好，快速商业的把这个层次给建立出来就 OK。好，那整体的层次我大概就做完了。接下来呢，来我们可以看一下修剪完之后的一个状态啊。前面的部分呢，它会有一些向前的一些边缘的一些层次，跟随我的刘海会得到一些向前边缘的一些层次。好，这个就是我们干发修剪完的状态。下一步呢，我们来给这个头发进行一个造型。整个头发做完了，我们来先开始进行一个造型。造型的第一步，先把发根蓬松给制造好。OK。在沙龙当中，发型师一定要学会吹发根。我们要做造型，它的发根一定要给它稍微打造出一个高颅顶的一个效果。发根吹起来之后呢，我们会有一个项目叫做摩根烫。所以说，发根的吹风在沙龙当中，对于发型师还是比较实用的一个环节。发根蓬松呢，吹有几个重要的点。第一个，梳子一定要找到头皮的90度，这是第一个点。第二个点呢，我们在加热完毕之后，一定要对这个头发有一个冷却时间，滚梳不要拿开那么快，滚梳一定要稍微做停留个4到5秒。对，很多发型师吹不好发根，是因为第一个他的发根没找到，第二个他的这一个冷却时间不够，所以说发根的蓬松很难吹起来。然后第三个点，我们在吹发根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到最后送风出来之后，一定要拿冷风去扫它这一个发根，这样子呢，它的这个冷却的这个效果会更加好，然后吹出来这一个效果会更加的蓬松一点，有美感一点。这个是呢，就是我们发根蓬松吹完之后的一个效果。来，大家看一下。好，接下来我们就开始对它来一个电棒的一个造型。接下来我们开始对它进行一个电棒造型。首先第一步，上面的这一个区给它分一个小小的区出来，头顶的这一块属于动感区啊，这一块头发给它单独拿出来。好，先从两侧开始，
两侧划分到我们这一个耳后点啊。这个时候大家看镜头，刘海的部分单独给它放出来，不要去过电棒。好，电棒的温度160，第一步先进行预热，预热我们的发中发干的部分。OK， 我们在操作客人的左边的时候呢，我们人的站位一定是在他的前侧方，电棒由下往上去入棒，离发根大概4指的位置。第一圈加热大概5到6秒。好，第一圈加热完毕之后，头发带紧张力，继续回到原来的位置。好，还是4指的距离，这样子做出来的一个平衡度会更加的好。好，第二圈加热一样是5秒，加热完毕之后直接放出来，发尾留着，不要先卷，发尾留着可以先不卷。OK， 另一侧还是一样，利用我们的手指去衡量发根跟电棒的一个距离啊。第一圈5秒。好，头发带紧张力，全部剪进去。停留时间5秒，发尾留一圈，不要去夹。好，直接松开，直接松开。好，现在来到我们的后部区，顶上的这一区也先留着，到最后再来操作。来，后部分4个发片。角度大概45度，还是一样，手指距离发根4指的一个距离，每一圈加热5秒。好，发片拉紧，回到电棒一定要回到原来的位置，4指的一个距离。好，到了我们重要的发尾，发尾的这一圈一定要预留出来，不要进行加热，因为今天我们的主题是一个有爱心形状的一个氛围感造型，所以说发尾一定要留到最后，我们再来去给它来一个处理。做造型之前呢，一定要先去学会预热，预热我们的发中发干。整个长发造型的重点在于我们的发中发干。一款长发造型，只有发干有支撑力，加热足够，做出来的这个造型它的立体感才会更加强烈啊，而不是把所有的卷度全部放在发尾。OK， 每一圈大概加热5到7秒。好，电棒一定要带紧张力，一定要带紧张力，一定要把它夹紧。OK， 发尾的这一个圈。这一圈我们留出来不夹，到最后我们再去操作。OK， 这一圈夹完之后直接放出来啊，直接把头发放出来就可以。另外一侧一样，电棒先预热我们的发中发干，来，距离发根4指。好 ，OK， 第一圈5秒。好，放出来。全头一共7个发片啊，后部4个发片，两侧2个发片，顶上1个发片，分7个发片去操作。如果遇到后部头发比较多的客人，我们可以分成3片来操作啊。发片的厚薄度去决定你头发的加热时间。举例，刚刚两侧它的发量会少一点，所以我是5秒。这一层呢，我可能就采用7秒，因为后部区的这一个发量会偏多。OK， 好，
拳头我们采用饱满向后的手法，给它进行一个操作。好，法尾的部分我们不加热，把它给放出来啊。现在我们来做法尾，法尾直接一片加一个收紧向前的一个流向，把刚刚这一圈没加热到的现在加热一下，让它法尾形成一个 C 状啊 ，C 型。好，法尾饱满向前，加个内扣，让它等一下形成一个 C 型。如果电棒控制不好，我们可以把它法尾给捏住，给它来一个塑形。OK， 现在我们就得到法尾 C 型的一个效果。回到我们的最后一个区域，我们的顶部，直接跟随我们刚刚的剪切口，还是一样饱满向后，全部给它卷进去。OK， 制造一定的一个动感。两侧法尾还是一样，采用饱满向前的一个方式，制造一个大 C， 一个 C 弯。OK， 好，那现在我们就会看到，它就得到了一个你看法尾向里面走的一个流向。法尾。现在我们就会看到法尾向前的一个流向，它前面呢就会形成一个小小的一个心形的一个形状。OK， 整体夹完之后呢，我们可以先放下来看一下，是不是我们想要的一个卷度。这个时候呢，电棒可以先不用去关啊。好，加热不够的位置，我们可以重新的给它制造一点点动感。边缘线啊，单独给它做一点点挑夹。好，你看，这个是我们夹完电棒的一个效果啊。这个时候呢，可以很清晰的看到我们今天的这一个轮廓啊。前面呢，它就会产生一个你看爱心的一个效果啊，这个就是我们的所说的氛围感造型。好，刘海呢，因为刚刚我们用吹风机吹过，这个时候呢，可以拿一点点氛围感出来啊。氛围感的这一缕我们不夹，刘海发尾向前，给它来一点点流向 ，OK。刘海一定不要夹得过于卷，因为刘海我们已经吹风机已经给过一次的卷度了，所以说我们在操作刘海的时候一定要稍微思考，只需要做一点点微微的卷度就可以。好，我们的发根在用电棒去操作发根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发片一定要分得薄，一定不要分得过于厚。做一点点流向。拿我们的吹风机，把整体稍微带一下。吹风机呢，可以向左向右带这一个头发，使它的卷度更加的柔和。因为我们平常在店里用电棒做出来之后呢，它这一个卷都会有稍微的一点点呆板，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在我们操作完毕的时候，拿我们的吹风机给它来一个过渡。
好，现在呢，就是我们电棒做完造型的一个状态。来，我们简单的看一下整体的一个形状。这里会产生一个心形的一个形状啊，这个也是我在沙龙当中比较常用的一款造型啊，也是客户年轻群体比较受喜爱的一款爱心氛围感造型。现在呢，给模特的头发进行一个打理 ，OK， 取一点点我们的追式发蜡，均匀的涂抹在我们的手上，打理至关重要。一款好看的造型不仅要会夹，还要会打理，如何去抓出它整体的一个美感。好，第一步，把所有的头发向后，把整个我们的造型品均匀的散落在它的头发 ，OK， 来，刘海，拿出我们的剪发梳，把整个头发拿梳子向后去梳理 ，OK， 好，刘海往前推 ，OK， 然后头发一分为二，直接向前去梳理，向前去梳理 ，OK， 先把我们内部的轮廓整理好，好，刘海的氛围感。再拿我们两侧的头发，这个是我们后面的头发，这个叫发型的内轮廓，拿两侧的头发给它做一个重叠，这样子呢，它出来的效果会更加有立体感。OK， 好，刘海，好，这个呢就是一边的一个打理方式。OK， 好，另一侧。同样把梳子向前去梳理，先把我们今天要的一个内轮廓给它梳理开来。好，这个时候呢就会看到我们的一个什么爱心的一个心形的一个形状，在两侧拿出我们的头发，给它进行一个重叠。这个时候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面一定要给它张开，张开完之后，整体的这一个松散度才会更好。然后我们再去梳头发的时候，千万不要把它梳得板板正正的，一定要有一点点这样的一个柔和度。这个外轮廓的地方一定要有一些线条的出来。来，这个时候呢，我们在打理的时候一定要让模特腰挺直。到最后再来整理我们的刘海。刘海呢，通常我们在做造型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有一个发缝，发缝我们可以取刘海的一部分，往向后拨 ，OK， 刘海制造一些氛围感，这个就是我们发蜡造型的一个效果。我们的干胶主要打的是外轮廓的一个地方，制造一些线条、蓬松度 ，OK。主要打根部。OK， 这个就是我们最终打理完的一个效果啊。这个时候大家可以看到这一个造型，一个极具氛围感的一个造型。内轮廓呢，我们会看到一个
爱心的一个形状，